老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多人拿这句话当挡箭牌，一旦犯了什么错，得罪了什么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脾气是天生的，这辈子反正是改不了啦，随他去吧。今天老头子我要告诉大家一句透底的话，你改不掉的根本不是什么性格，而是你的业力。你们仔细回头想想，自己这大半辈子是不是经常有这么一种感觉，就好像老是在同一个泥坑里摔跤，这辈子总是在重复同样的困境。是不是同样因为这张嘴太快太毒，年轻的时候跟同事闹别扭，到了老了还是因为这张嘴把身边的亲人儿女得罪个干干净净？是不是同样因为生性多疑，总觉得别人要占你便宜，年轻的时候错过了大好的机会，老了连个交心的真朋友都没有？诸位啊，你看看，年轻的时候犯的错，到了七老八十了居然还在犯年轻时想不通的那个理，到了满头白发了还在那儿钻牛角尖。你以为这是你不长记性吗？你以为这是老天爷在故意折腾你吗？我告诉你们，都不是，这是你身上那股子业力的惯性在死死地推着你走。佛法讲得很清楚，你半辈子攒下来的起心动念，你平时说话办事的那些言行习气，一天天一年年地累积下来，早就拧成了一股极其庞大的无形的绳子。这股力量就像是一个从山顶上高速滚下来的大铁球，惯性太大了，它让你在遇到事儿的时候根本不受理智的控制，不由自主的就要去重复旧的模式，去踩同样的坑，去受同样的苦。老祖宗常常讲业障，很多人一听这两个字就害怕，觉得是个什么张牙舞爪的妖怪。其实业障哪里是妖怪，它就是你自己亲手一点一滴攒下来的生命惯性。现在很多人觉得日子过得苦，到处跑去烧香拜佛，觉得这是在消业。他们以为消业是什么？以为消业就是磕几个头，塞点钱，求菩萨把过去造的罪孽给一笔勾销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消业不是抹掉过去的罪名，而是要彻底改掉你现在的这股子惯性，把你从那个翻来覆去的死循环里硬生生的拔出来，跳出这个轮回的怪圈。可是这股惯性在咱们身上长了几十年了，根深蒂固，光靠你自己一个人窝在家里苦思冥想，或者光靠在嘴上发誓我明天一定改，那是很难跳出来的。一遇到事，火气一上来，老毛病立刻又犯了，对不对？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老祖宗有大智慧，早就给咱们凡夫俗子留下了一个最省事也最管用的法子。想要打破这个业力的死局，你这后半辈子就必须得多去3个地方。这3个地方不是让你去花钱消灾，那是天地间帮你破除老习气，转化恶业力的最好道场。只要你老老实实的走进去，走得多了，你的眼界自然就开了，你的心量自然就宽了。心一宽，那些像铁板一样的老脾气老习气自然而然就脱落了，你这个命也就真真正正的转过来了。今天咱们就把心沉下来，老头子我好好跟你们聊聊这3个能让你跳出轮回逆转业力的地方到底是哪3处。这第一个必须常去的地方就是寺庙。很多人一听到去寺庙马上就说，南师啊，我常去啊，初一十五我都去烧香，怎么我的业障就没消，身体还是这么差，家里还是不太平呢？我告诉你们，那不叫去道场，那叫去跟菩萨做买卖。你仔细想想看，你到了庙里往功德箱塞几百块，然后让菩萨保佑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平安顺遂，对不对？我跟你讲，如果你平时在家里对老伴大呼小叫，对儿女控制逼迫，出门跟邻居斤斤计较，然后转身跑到庙里塞点钱，觉得这样就能把罪业抵消了。我跟你讲，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佛法讲得很清楚，真正的寺庙道场不是让你去求人的，而是去照镜子的。你们要晓得，业障深重的人身上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愚昧无知，不信因果，总觉得错的都是别人，自己全对。第二个是狂妄自大，瞧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做口业不净。什么叫口业不净？就是这张嘴像刀子一样，喜欢说伤人的话，喜欢抱怨，喜欢搬弄是非。你带着这一身的恶习，带着满身的贪嗔痴，每天都在造恶业。去寺庙真正的目的是要你让反省自己，是要借着那个地方清净庄严的气场，让你那颗常年浮躁怨恨的心稍微安静下来一小会儿。只要你的心一静，你内心的雷达就打开了，你就能真真切切地觉知到自己平时起的那些念头是有多自私多恶毒，看见了自己的恶念，接下来怎么办？这就牵扯到消除业障最核心的一个词，忏悔。可是很多人对忏悔的理解又错了，以为跑到佛像面前哭一场，说一句我错了，明天回去该骂人还是接着骂，这叫忏悔吗？这叫掩耳盗铃。我跟你讲，真正的忏悔核心就在一个止字，止就是停止，就是彻底断掉。你今天觉知到自己这张嘴太损了，伤了儿女的心，你走出庙门，从今往后不管遇到多生气的事，你把嘴闭上，一句难听的话都不往外说。这颗恶毒的种子，因为你不给它浇水施肥，它就不长了。这就是真正的拔除了病根。有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咱们叫他老陈。老陈前2年的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做生意赔了点钱，老婆天天埋怨他没本事，儿子毕业了也找不到好工作，他心里憋着一股巨大的怨气，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可是他在现实里是个胆小的人，不敢跟人翻脸，于是他就学会了在手机上网，他弄了个假名字，天天在网上盯着别人的倒霉事看，看完还要留下最恶毒的评论。别人生病了，他评论说假的，都是演的，来骗钱的。人家小姑娘穿得漂亮点，他就用最下作的词去咒骂人家。每次敲完那些恶毒的字，看着别人在网上气得跳脚，他心里就有一种扭曲的痛快感。他觉得反正隔着屏幕谁也不认识谁，骂了也就骂了。结果没过大半年，有一天早上老陈起床，一咽口水，嗓子眼就像是被玻璃碴子割了一样，他用力一咳，吐出来的全是血丝。跑到医院一查，医生脸色很沉，告诉他声带上长了极其严重的息肉，而且位置非常不好，如果不立刻手术，可能这辈子都要彻底失声，变成哑巴，甚至还有恶变的风险。老陈当场腿就软了，张着嘴想问大夫，却只能发出丝丝漏风的怪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几天他在家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没法说话，老婆问他什么他也答不上来，脾气变得比以前更暴躁，随手就把桌上的碗砸了个粉碎。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实在憋得发慌，一个人低着头在街上瞎转悠，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附近的一座老寺庙。那天不是初一15，庙里没什么人，出奇的安静。老陈走到大殿角落的蒲团上，一屁股坐了下来，
听着前面老和尚敲着木鱼，那声音一下一下，像是敲在了老陈的天灵盖上。因为嗓子坏了，他连一句抱怨的话都骂不出来。在这绝对的安静里，老陈看着上面慈悲低垂着眼睛的佛像，突然之间他浑身打了个冷战。他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这大半年来他在手机上敲下的那些像毒蛇一样的话，那些被他无缘无故咒骂过的人，虽然没顺着网线过来打他，但他自己心里清楚，那些恶毒的念头全都是从他自己的心里生出来的，是从他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他用恶毒的话去咒别人死，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力，用自己的精气神去喂养一条叫嗔恨的毒蛇。老陈跪在蒲团上，眼泪哗哗地往下掉，衣服都湿透了。他想忏悔，可他发不出声音，只能在心里拼命地磕头，拼命地喊：我错了，我再也不骂了。从那天走出寺庙开始，老陈把手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全卸载了。他在家里成了一个透明人。老婆埋怨他，他不出声，只是点点头，默默去把地扫了。儿子心烦，他也不去指手画脚，就是安静地倒杯热水放在桌上。他彻底做到了一个字：止。你们猜结果怎么着？大概过了半年，老陈去医院复查，医生盯着单子看了半天，觉得不可思议，那几个吓人的息肉竟然奇迹般的萎缩了一大半。医生说只要坚持吃点药，连手术都不用做了。后来老陈的声音也慢慢恢复了，虽然有点沙哑，但他再开口跟老婆儿子说话的时候，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温和，家里那股冰冷的怨气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散干净了。诸位，这就是寺庙这个道场真正的力量，它不是帮你解决外在的麻烦，而是帮你照出心里的那个贼。你只要看见了那个贼，管住自己的身口意，不再造新的恶因，你身上的业障网就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可是我经常听一些老朋友抱怨说，南师啊，你讲的第一个道场我听懂了，我去了寺庙，我反省了，我以后闭嘴，再也不说伤人的话了。可是我心里头憋屈啊，像当年我那个亲姐妹为了争家产，硬生生把我赶出门，想当年单位里那个小人给我穿小鞋，害我下岗，还有家里那个老伴年轻时候怎么对不起我，这些事就像一根根长满倒刺的毒针，死死扎在我心尖上。我虽然嘴上不说了，可一到夜深人静想起来还是气得肝疼，拔不出来呀。你们要晓得，这种在心里头反复咀嚼的恨意，这种对过去的不甘心，恰恰是人世间最耗费精气神的东西。你以为事情已经过去10年20年了，其实在你心里这件事每天都在重演，你每天都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力去喂养这股子怨气。旧的恶缘你是不造了，可心里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如果不搬走，你这个命还是转不过来，那怎么办？老祖宗有大智慧，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第二个必须要去的宵夜道场，这个地方叫做山林，也就是咱们说的大自然。去山林干什么？去学2个字：放下。很多老朋友对放下有极大的误解，觉得放下就是我要咬着牙死死地逼着自己去原谅那个仇人，逼着自己把那件恶心事给忘掉。我告诉你们，那不叫放下，那叫压抑。你越是努力想忘掉，那个影子在脑子里就刻得越深。佛法讲得很清楚，你为什么痛苦？因为你太执着于一个我受委屈了，我被不公平对待了，我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只要这个我字还在前头挡着，你就永远放不下。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想想看，你走到深山老林里去看看悬崖边上长着的老松树，前天晚上一场狂风暴雨把老松树最初的一根树枝给硬生生劈断了。你见过哪棵松树第二天早上醒来天天对着断掉的树枝哭天抢地，天天抱怨老天爷不公平，凭什么劈我不劈旁边的树？没有的，断了就断了，枯枝落到泥土里烂掉，树干接着迎风往上长，该冒新芽冒新芽。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叫做无我。大自然从来不执着于过去，也不去死死抓着一个特定结果不放。真正的放下，不是你费尽心机去拔那根刺，而是当你置身在天地之间，心境一打开，那根刺就像秋天的枯叶一样，自然而然地脱落了。明代有个绝顶聪明的大才子，叫杨慎，考中状元，风光无限，本来在朝廷里做着大官，前途无量。可是这人骨子里太直，因为一件朝廷大事跟皇帝杠上了死谏，皇帝一怒之下下令把他扒了衣服，在午门外头狠狠地打板子，打得遍体鳞伤，剩下一口气，直接套上枷锁流放到云南去。诸位要晓得，几百年前的大明朝，云南的地方叫瘴疾之地，到处是毒蛇猛兽，原始森林，去那里的人10个有9个要死在半路上。换作一般的大官遭受这种奇耻大辱，心里会怎么想？肯定气疯了啊！我一片忠心为了朝廷，皇帝你昏庸啊，我怎么落得这么个下场？历史上很多被流放的官员到了地方连1年都活不到，不是病死的，是硬生生把自己给气死的，抑郁而终。这叫什么？这就是业障现前，执念太深，过不去这个坎。可是杨慎呢，他拖着带血的身子一路走到了云南的大山里。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江边，看着滚滚的江水，看着背后绵延不绝的苍天古木，在这股子极其庞大的大自然面前，他突然打了个激灵，醒悟了。他摸着自己身上的伤疤，看着江水，心里想，朝廷里那些争权夺利的勾心斗角，皇帝的恩宠也好，廷杖的屈辱也罢，放在这万古长青的江山面前，算个什么东西？100年之后，皇帝在哪，小人在哪，全都是一堆黄土。我天天拿别人的错来折磨自己，我值当吗？就在那片山水之间，杨慎彻底把心里的怨恨，把那个高高在上的状元郎的架子全给扔进了江里。从那以后，他换上当地老百姓穿的破布衣服，头发上插着野花，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围着篝火又唱又跳，喝酒聊天，痛快得不得了。他看着天边的夕阳，提笔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里面有2句你们肯定都听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在那个荒蛮的地方活得比谁都通透，比谁都长寿。他没有去原谅皇帝，他只是不抓着了朝廷的不公，就像老松树上断掉的枯枝，断了就断了。他借着云南的山林，把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执念彻底脱落了。这就是山林这个道场的力量。有老朋友可能会说，南师啊，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腿脚不利索，你让我上哪去找深山老林啊？我跟你讲，你千万别死心眼。老祖宗讲的山林不一定非要你去爬珠穆朗玛峰，它指的是大自然那个清净无求的磁场。只要是你家附近有个公园，有条小河，甚至哪怕就是小区楼下的一片小树林，这都是你的山林道场。当你心里烦躁的不行，
当你想起儿女不听话，气得吃不下饭的时候，我教你个最管用的招，把那个一直响个不停的手机扔在家里，什么都不要带，一个人走下楼，走到有树有水的地方去，你就找个长椅坐下来，什么都不要想，你就呆呆地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看着风吹过树叶的晃动，听听鸟叫，闻闻泥土的腥味，你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跟大自然待上1个钟头。刚开始你心里可能还跟长了草一样乱，但只要你坚持做下去，你会慢慢感觉到大自然里有一股极其浑厚平静的能量在顺着你的脚底板往上走。在这个环境里，你看着天地万物这么自然的生发衰老，你会忍不住问自己，我在这世上也就短短几十年，我到底在死死抓着什么不放？当你真正融入进去的那一刻，你会突然觉得长舒了一口气，胸口那个常年堵着的大疙瘩一下子就松开了。这不是你强迫自己放下的，而是你的心量变大了。那些原本让你痛不欲生的恩怨，装在这天地里，变得连一粒芝麻都算不上。当你走通了这第2个道场，你过去的恶业止住了，心里的执念脱落了，你这个人的生命磁场就被彻底打扫干净了。可是诸位要记住，这地扫干净了，杂草也拔了，心里的执念在山林大自然里脱落了。可很多人走到这一步，觉得万事大吉，又回家躺着去了。我跟你们讲，这绝对不行。你们要晓得，你把这块土地清理空了，如果不赶紧播下好庄稼的种子，哪怕只是一阵风吹过来，满地又会重新长满杂草。就好比你过去欠了别人一屁股烂债，你现在跑到债主面前说，我认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你觉得债主能放过你吗？当然不能。光认错有什么用？你得还钱啊。所以放下之后，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去种下能让你真正翻盘的新种子。这就必须得去老祖宗讲的第3个也是威力最大的一个宵夜道场。这个道场不在名山大川，也不在红墙黄瓦里，它就在咱们每天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里。这个道场的核心就2个字：行善。很多人一听行善布施，马上连连摆手，叹着气说，难死啊，我一个拿退休金的老头老太，每个月就那么几千块钱紧巴巴的，看病买药都不够，我哪有闲钱去行善呢？那是大老板干的事。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对佛法天大的误解。佛法讲得很清楚，真正的布施根本不是拿个大喇叭到处比谁砸的钱多。如果你今天给庙里捐了1万块钱，然后天天在心里扒拉着算盘，算计着菩萨明天能给你涨多少福报，保佑你赚多少钱，这叫行善吗？这叫投资，这叫跟老天爷做买卖。你越是这么算计，你的功德漏得就越快。真正能消大业障转大命局的行善，老祖宗叫做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帮你就是顺手的事，是出于我心里的不忍心，帮完我就忘了，我压根就没想过要你感恩戴德，更没指望老天爷给我记个功劳簿。你越是不求回报，这股子纯善的能量就越干净越强大，它就会在冥冥之中自动去化解你生命里最深最凶险的灾厄。有个开包子铺的中年男人，咱们叫他老周。老周的铺子不大，开在市里最大的一家综合医院斜对面。老周这人憨厚老实，2口子起早贪黑的干活，每天晚上10点多准备关门的时候，蒸笼里总会剩下10来个没卖完的肉包子，换了一班做小本，
买卖的老板，要么留着第二天热一热接着卖，要么折价半卖半送了。但老周不这么干，他每天都会让老婆把这些热气腾腾的包子用干干净净的新塑料袋分装好，然后自己走到铺子门外，稳稳当当地挂在路边那棵大槐树的低树杈上。他老婆一开始特别不理解，埋怨他说：你这是折腾什么？你真要大方，真想发善心，你直接端着盘子拿到医院走廊里，发给那些打地铺没钱吃饭的穷病人家属不就行了，还能落个人情。老周摇摇头，压低声音说：你懂啥呀？人家家里有人生了重病，为了凑医药费愁得连饭都吃不起，心里本来就够难受够自卑的了，你当面给人送吃的，人家心里像吃了要饭的施舍一样，伤自尊啊。我把它挂在这黑灯瞎火的树上，谁半夜饿得遭不住了，悄悄拿走吃掉，不用给谁鞠躬道谢，人家心里踏实，这包子吃着才咽得下去。你们想想看，就这么一个微小的举动，老周从来不拍照，不炫耀，不求任何人夸他一句大善人，这两口子一挂就是10多年，刮风下雨都没断过，挂完就转身回家睡觉，谁拿了他们也从来不躲在门缝后头偷看。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冬天，老周骑着3轮车去远处的农贸市场进货，半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泥头车给撞了，人当场就昏死过去，被救护车一路鸣着笛，直接拉进了他对面的那家大医院急诊室。送到医院的时候，老周失血过多，命悬一线。抢救的大夫拿到加急化验单一看，倒抽了一口凉气。坏了，老周的血型是极度罕见的阴性血，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熊猫血。偏偏那天血库里的熊猫血告急，存量根本不够做这么大的急救手术。如果从别的城市紧急调血，最快也要好几个小时，老周的命根本撑不到那个时候。老周的老婆在抢救室门外急得瘫在地上，哭都没了声响，只剩下绝望。就在这要命的关头，急诊科那个年轻的主刀大夫扫了一眼病历本上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整个人瞬间愣住了。他一把拽住旁边的护士，急切地问：这人是不是对面那个包子铺的老板？护士赶紧点点头。那个年轻大夫二话没说，一边往外走，一边撩起白大褂的袖子，冲着抽血台的同事大喊：我是熊猫血，抽我的要多少抽多少，今天无论如何的把这人给我救回来。经过几个小时惊心动魄的手术，加上大夫献的救命血，老周硬生生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等老周在病房里醒了，彻底脱离了危险，他老婆千恩万谢，跪在地上要去给主刀大夫磕头。那个年轻的大夫赶紧把他死死拉住，眼眶通红。他说：大嫂，您千万别谢我，10年前我还在上医学院，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妈得了重病，就住在这家医院里。那几个月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为了给我妈多省点营养费，我连着吃了大半个月的白水煮面条，饿得直发晕。每天半夜我就去你们铺子外面的大槐树下偷偷拿2个热包子垫肚子，没有那几年的热包子，我熬不到今天，更当不了大夫。这根本不是我救了周大哥，这是他自己救了自己呀！诸位，你们听懂这其中的深意了吗？这就叫无相布施，这就叫绝处逢生。老周当年在树上挂包子的时候，他脑子里算计过将来要这个穷学生抽血救他的命吗？绝对没有，他只是出于最纯粹的心疼和悲悯，顺手种下了一个善因。可就是这种不求回报不着相，维护了别人尊严的绝对纯善，
在冥冥之中形成了一股极其庞大的保护磁场，硬是替他挡下了一场必死的生死大劫。这世界上最灵验的风水，就是你这颗无所求的善心。如果你天天在佛前念经敲木鱼，一出门就跟小商小贩讨价还价，恶语相向，一回到小区就跟邻居因为一点占地盘的小事争得脸红脖子粗，你那就是在走个虚伪的形式。业障该怎么找你还是怎么找你。真正的第三个道场就在你的起心动念和举手投足里。你走在路上，看到一块尖锐的石头绊脚，你顺手把它踢到草丛里，怕别人摔跤，这也是行善。别人骂你一句，你原本想顶回去，想想算了，硬生生把难听的话咽回肚子里，这叫忍辱不施，更是大行善。你给迷路的陌生人耐心地指个道，甚至你只是对小区里收垃圾的大爷和和气气地笑一笑，说声辛苦了，这全都是在种下无量的善因。大千世界，因果最是公平不过。当你把行善当成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帮了人转身就忘，不再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委屈的时候，你原本千疮百孔的命运磁场就被彻底修补好了。当你老老实实的走通了这三个道场之后，我告诉你们，根本不用去找任何人算命看相，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心境，你的生活日常，马上就会给你极其精准的反馈。这种反馈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自我安慰，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先显现出来的，就是第一大极其神奇的征兆。这个征兆一旦在你身上出现，就说明你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业障正在大面积溃散。可是讲到这里，很多老朋友心里头就开始暗暗期盼了。盼什么呢？盼着明天一出门就能捡个大钱包，盼着马上就有贵人登门，或者盼着身上那几十年的老寒腿明天一早就能活蹦乱跳。我告诉你们，千万别这么想。业障消退，命运翻盘，它不是变魔术。老天爷给你发信号，绝对不是一上来就给你塞金元宝，而是先从你的心开始起变化的。当你真真切切地做到了止恶放下无相行善，你身上出现的第一大征兆，既不是发财，也不是立马百病全消，而是4个字：烦恼剥落。这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呢？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一个业障极其深重的人，他的心里头常年是被3样东西给霸占着的。这3样东西叫做散乱、昏沉和妄想。你仔细想想看，你平时是不是这样？让你什么都不干，安安静静的在沙发上坐个5分钟，你根本坐不住，脑子里像是有个破锣在敲，一会想这，一会想那，你的精神根本没法集中，坐立难安，这就叫散乱。还有些人呢，一天到晚没精打采，早上起来就觉得头重脚轻，像顶着个湿毛巾，一整天浑浑噩噩的。可真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却又精神的像猫头鹰，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就是被业力牵着鼻子走，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这就叫昏沉。最要命的是第3个，妄想。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有一大半的精力都消耗在毫无意义的胡思乱想上，别人随便一个眼神，你就能在心里编出一出80集的大戏，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你。我告诉你们，散乱昏沉妄想就是业力用来吸你精气神的3根管子。只要这3根管子插在你身上，你每天吃再好的人参燕窝，那能量也全漏光了。心里的毒火一烧，
烦恼就像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你怎么可能过得舒心？可是当你老老实实的走通了咱们前面讲的那3个道场，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某天早上你醒过来，突然觉得胸口那个压了你几十年的大石头不见了。你以前看到老伴把臭袜子乱扔在沙发上，肯定要扯着嗓子骂上半个小时，但今天你看着那双破袜子，心里头居然生不出火气来了，你连骂都懒得骂，顺手捡起来扔进洗衣机，心里头一片坦然，就这么拉倒了。你出门去买菜，遇到个蛮横不讲理的人插队，还撞了你一下，要是换作以前，你非得拉着他当街吵个天翻地覆不可，吵完回家还要气得吃不下饭。可是现在呢，你看着那个人极次白脸，凶神恶煞的样子，甚至觉得他满身都是戾气，挺可怜的。你往旁边让了一步，微微一笑，心里平静的就像一碗清水，连一丝波澜都没有。这就说明你心里那个常年折磨你的贼走了，你身上漏福报的那几根管子被彻底拔掉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一杯浑浊的泥水，你以前天天去搅和它，带着怨气去晃荡它，它能不浑浊吗？现在你学会了不去搅和它，不执着了，泥沙自然就沉淀到了杯底，上面的水就变得清澈透明了。水一清，就能把周围的事物照得清清楚楚。这在老祖宗的智慧里就叫做心定生慧。烦恼剥落了，你的心就定了。心一旦定下来，你这个人就不会再去做那些昏头昏脑的蠢事了。以前别人稍微说几句好听的，你一冲动就把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进什么骗局里去了。现在你心清如水，别人一撅屁股马上就能看透他要干什么，谁也骗不了你。以前儿女遇到点挫折，你跟着急得团团转，净出些添乱的瞎主意。现在你能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几句温和的大实话就能点醒他们。你真真正正成了这个家里的定海神针。你们要晓得，当一个人不再胡思乱想，不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他的精气神就不往外漏了。你的生命能量场就会从一个到处是窟窿的破网，慢慢变成一个圆满的发光体。你到了这个状态，恭喜你，你已经把命运的方向盘死死地抓在了自己的手里。既然破洞补上了，精气神开始往回聚拢了，那紧接着老天爷给你的真金白银的奖励，也就是咱们说的第2大和第3大征兆，就会像春雨一样不声不响地落到你的头上。当这2个征兆显现的时候，你的人生不仅仅是顺遂那么简单，更是会踏入一种大彻大悟的至高境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老祖宗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终极心法？咱们继续往下看，这第2大征兆就是你的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轻快通透。你们要晓得，很多老年朋友身上那些去医院查不出原因的无名病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浑身酸疼无力，很大一部分都是业力病，是你的嗔恨心，你的执念，你的怨气在身体里结成了死疙瘩，堵住了你生命气机的运转。现在你学会了觉知止恶，学会了放下，学会了无相行善，你心里的毒火熄灭了，那个死疙瘩自然就解开了。你会发现，以前每天早上起床腰酸背痛，2条腿像灌了铅，现在一觉睡到大天亮，下床的时候脚步轻盈得很。以前动不动就感冒，脸色蜡黄，现在红光满面，连老花眼好像都清亮了不少。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吸你精气神的那个无形的网破了，你原本的生命能量恢复了正常的流转，那些奇奇怪怪的亚健康和小毛病自然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悄无声息地退散了。伴随着身体好转，第三大征兆也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来，那就是你的运气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变好。人这一辈子运气好坏，其实就是你自身磁场的感召。你以前满身戾气，见谁都抱怨，出门感召来的自然是小人，是灾祸，是事与愿违。可现在你心平气和，兜里哪怕没几个钱，但你愿意顺手去帮别人一把，你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祥和温暖的磁场，就像是在黑夜里点亮了一盏明灯。这种磁场一形成，你就看吧，出门办事原来怎么都办不通的手续，突然就遇到个热心肠的工作人员，3下5除2给你办妥了。家里原来死活不听劝的儿女，突然有一天主动跑来给你捏捏肩膀，愿意跟你交心了。甚至你在外面遇到点什么难处，不用你张嘴求人，自然而然就会有贵人像从天而降一样，顺手把你拉出泥潭。这3大征兆一现前，身体康健了，运气顺遂了，烦恼没有了。很多人走到这一步，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大功告成了。甚至有的人马上又沾沾自喜起来，觉得你看我多厉害，我修行修得多好，我把业障都消灭了。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心里冒出这种狂妄自大的念头，只要你一翘尾巴，我敢保证，原来那些退散的病痛和倒霉事马上就会杀个回马枪。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把表面的果子摘了，但你心里那根执着的草根还在，你依然执着于好，害怕坏，执着于顺，恐惧逆。只要你有这种得失心，业力随时都会重新找上门。想要把这命运的死结永远解开，彻底跳出这个圈套，你必须要懂老祖宗留下来的至高心法。佛法讲得很清楚，只有2句话，叫做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常宿债。什么叫本来空？很多老朋友听不懂，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不吃饭了，我不认儿女了，我也不管生老病死了，这是胡说八道。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只大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在后头追你，你吓得冷汗直冒，拼命往前跑，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在梦里。老虎是真的，恐惧是真的，你腿酸也是真的。这就像是你现实中遇到的那些疾病，那些冤亲债主，那些倒霉事。可是当你突然打了个激灵，从床上醒过来了，你睁开眼睛一看，哪里有老虎？除了一身汗，你身上连个指甲盖大的伤口都没有。这时候梦里的老虎还能咬你吗？梦里的悬崖还能摔死你吗？不能了。这就叫了积业障本来空。当你彻底觉醒，不再执着于梦里的那些假象时，那些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业障，就像梦里的老虎一样，当下就空了，再也困不住你分毫。唐代有一位了不起的大禅师，叫马祖道一。这位大德高僧门下出了无数开悟的弟子，那是真正的大成就者。可是就在马祖道一禅师晚年的时候，他得了一场极其严重的重病，病到什么程度？连床都下不了，形如枯槁，每天只能虚弱地躺着。当时寺庙里的院主，也就是负责管事的和尚，心里非常难过，也有些犯嘀咕。他端着一碗苦涩的汤药走到床前，看着奄奄一息的师父，心里可能在想，师父这么高的修行怎么临老了，还要受这么大的罪？难道这是师父前世没消完的业障现前了吗？院主红着眼睛小心翼翼地问，
师父啊，您老人家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了？你们猜马祖道一禅师怎么说？禅师虽然身体极度虚弱，连呼吸都费劲，但他慢慢睁开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对疾病的恐惧，也没有对死亡的哀怨。他看着满脸愁容的弟子，嘴角微微抑扬，平静地吐出了6个字：日面佛。月面佛，月面佛，这6个字一出来，犹如晴天霹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佛经上讲，日面佛的寿命极其漫长，能活1800岁，而月面佛的寿命极短，只有短短的1天1夜。马祖道一禅师是在告诉徒弟，我如果身体健康，活得长长久久，那是佛，我安然接受。我如果病入膏肓，明天一口气上不来就死了，那也是佛，我也安然接受。你们仔细品味一下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普通人遇到重病，疼得死去活来，心里全是不甘心，全是对死亡的恐惧，这就叫被业力死死地拖住了，在痛苦里打滚。可是马祖道一禅师呢，他知道身体是个臭皮囊，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是必然要经历的因果相。病痛在他身上有反应吗？有，肉体该疼还是会疼，可是他的心却跟这个病痛彻底脱开了。他不执着于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也不恐惧即将到来的死亡。当一个人连生死连病痛都不在乎，都不去抓取的时候，这个病痛还能折磨到他的心吗？这就是了即本来空，因果的规律还在，肉体在衰老，但在他的境界里，这个业障已经是个空壳子，再也伤不到他真如本性的一根汗毛。诸位，这就是转命的最高心法。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在生活里还怕什么？遇到逆境了，被别人骗了点钱，你心里清楚，这是过去欠的债，现在还了，因果了了，你不去气急败坏，全当梦醒了，这事就结了。查出身体有点毛病，你该吃药吃药，该看大夫看大夫，但是你的心不慌，你不再天天怨天尤人，问为什么是我，你安安稳稳的吃饭睡觉，把身体交给大自然，把心交给自己。当你不再执着于这具皮囊，不再执着于眼前的得失对错，你的心就彻底自在了。心一自在，那些业力，那些所谓的冤亲债主，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找不到可以下口的缝隙，最后只能乖乖地散去，走过了3大道场，迎来了3大征兆，最后用一颗本来空的清净心去面对人生。你这后半辈子的路算是彻底走通了，这叫真正的大圆满。好了，今天我这老头子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有些老朋友年纪大了，脑子装不下那么多东西，听着听着可能前面的就忘了，没关系，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接下来我说的这几条是保命护运的底线，以后也打死都别去做。第一，千万别再拿那张嘴当刀子使了。你们要晓得，人这一辈子漏福漏得最快的地方就是这张嘴。以后不管遇到多气人的事，哪怕是儿女不听话，哪怕是外人占了你的便宜，你把嘴闭上，一句难听的话，一句咒骂的话都不要往外吐，你吐出去的毒蛇最后全会扎在你自己和子孙的身上。第二，千万别再去跟菩萨做买卖了，去寺庙是去忏悔的，是去觉知自己那一肚子私心杂念的。别以为塞几百块钱买几条泥鳅放到江里，你就能买来平安。如果你家里头还乌烟瘴气，如果你还在外头搞那些破坏家庭清白的乌七八糟的关系，你就是天天把头磕破了，业障照样找上门。第三，心里头的烂账该扔就扔了吧，
那个坑过你的亲戚，那个让你下岗的小人，你天天在心里翻旧账，人家一点事没有，你自己的精气神全被熬干了。遇到解不开的疙瘩，多去山林，多去大自然里坐坐看看老树是怎么落叶的，学学大自然的无我，断了就断了，别去死死抓着。这几件坏事咱们绝对不干。那每天该干点啥呢？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把行善变成你每天吃饭睡觉一样的习惯，但绝对不要带功利心。你看到别人遇到难处了，顺手帮一把；你看到路上有块尖石头，顺脚踢开。哪怕你今天什么都没做，只是对门卫老头和和气气地笑了一下，这都是在种善因，帮完就忘，绝不去算计老天爷该给你积多少功德。你越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这股子干干净净的善能量就越能替你挡灾化煞。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风水根本不在哪座名山大川里，也不在什么罗盘卦象里，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这颗人心。你想要自己晚年不遭罪，想要儿女平平安安，最大的改命之法就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去的因果。你心里头亮堂了，你不胡思乱想了，你懂得了积业障本来空了，外头的那些邪风阴雨就再也吹不进你的命盘里。今天咱们结下这个善缘。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实话对你心里头有那么一点点触动，对你解开生活里的死疙瘩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能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身边那些正在受苦正在迷茫的老伙计。你们要晓得，把这种真正能让人破迷开悟的东西分享出去，这绝不是让你凑热闹，这在中华文化里叫做法布施。你想想看，就因为你顺手这么一转，你的一个老姐妹看懂了，她今天晚上回家忍住没有跟儿媳妇吵架，他们家就少造了一场口业，就保住了一份家运。你的一个老哥们看懂了，他把心里憋了10年的那口怨气给放下了，他的高血压可能就不治而愈了。你这一句话的提醒救了人家一命，护了人家一运，这功德有多大？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传出去的每一份善念，最后都会化成漫天的福报，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子孙后代的身上。最后，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咱们千千万万个老朋友，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在这个评论区里形成的能量场，那个威力是不可思议的。我希望大家现在就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你可以打出愿放下执念，业消福智，也可以打出愿心无挂碍，了即本来空。你敲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在给你自己的心田种下一颗光明的种子。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业障化作空花，把这余生过得自自在在，福寿绵长。